最近幾年，哈登的签名鞋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實戰表現。我也已經連着2年把哈登的正代鞋款放到了我的年度榜單當中。不過現在哈登這一個系列面臨着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就是每一代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雙哈登9代也同樣如此。確實啊，他們在外觀上的區別非常大，7代、8代、9代，每一代都有着不同的外觀，而且每一代都非常好看。但是其實他們的內核并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區別，相同的內靴，相似的中底配置，像8代和9代啊，他們甚至連大底的紋路都極其的相似，好像除了鞋面換掉了之外，其他真的沒什麼太大的变化。但是啊，當你穿上腳之後，還是能夠挺明顯的感覺到這一雙9代和8代之间的區別。拿到手之後，最明顯的一個感覺就是哈登9代的重量相比上一代有了明顯的減輕，單支42.5碼的重量在420克左右，雖然依舊算不上輕質，但是相比前2代接近460克的重量，確實有了一個不小的提升。再加上它合適的重量分布，上腳之後的體感重量確實啊還是不錯的，並不會有特別重的感覺，完全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而上腳之後，它跟前2代最明顯的一個區別就是它的中底重心相比前2代有了明顯的下降，相比之前2代啊更加偏向于团队的一個中底高度。這一次哈登9代的中底明顯更加貼地了，場地感非常出色。它的中底啊明顯是更加偏向於後衛，偏向於外線球員的一個調教，再加上它這個調教偏刃的全掌包圍式的 Jet Boost， 中底的整一個反應性表現也直接是給大家拉滿了。在發力蹬地的時候，腳底下的感覺非常直接，完全不會有任何一絲泄力的感覺。哈登7代啊，你可能會覺得它比較中庸，1到5號位的球員都可以去穿，而8代則僅只是在7代的基礎上提升了一定的靈活性表現。但是這一次這一雙哈登9代的中底所帶給我的實戰感受，相比前2代來說啊，變化還是挺大的。這一代我覺得它反倒會更加適合那些追求保底快靴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雖然它的重量確實依舊算不上特別輕質，但是中底的薄實實在在的是給大家做到位了，而且它在擁有比前2代更為出色的场地感的同時，還延續了上一代不錯的靈活性表現。它這一個弧形的外底啊，讓我們在變向的時候能夠更加自如，球鞋合適的前掌剛性也更加利於彎折，在我們變向的時候，球鞋並不會產生什麼阻力，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而隨着中底緩震材料的削薄，加上這一次啊，它在後跟處並沒有做出任何一个緩震材料的形變釋放點，導致它的後跟緩震確實沒有前2代來的出色。我18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震腳的感覺還是挺明顯的。如果你對於緩震的要求會比較高，那可能前2代會是你更好的選擇，好吧？OK， 它的提升的點啊，基本上就是這2項，一個就是重量，另一個就是它的場地感會比前2代更加出色了，會更加符合大眾啊現在對於後衛鞋的一些需求，重量更輕，中底更薄，對吧？當然，相比前2代，它確實啊在有一個方面也確實是有着明顯的一個下降，那就是它的鞋面。首先就是肉眼可見的鞋面的折痕。上一代的哈登8，大家都在吐槽它的鞋面穿2次之後，上面的橡膠就會出現比較明顯的折痕。那你再看看這一次的哈登9代呢，是不是比哈登8代要嚴重的多了？哈登8的折痕啊，放在9代的面前就完全不是事兒了，对吧？哈登9代在新鞋的一個狀態下，確實非常帥，非常的好看。但是只要穿上走2步路，它的鞋面就會出現非常明顯的且不可逆的折痕，真的超級心疼。反正這一個液態銀這一個配色啊，只要一上腳就會出現折痕，不知道其他鞋面材質的版本會不會稍微好一些。而這一個配色除了容易出現折痕之外，在初上腳的時候還會有非常明顯的鞋面卡腳的問題。好在這一個情況啊，所持續的時間並不會太長，基本上只需要我們花個差不多10來分鐘的磨合時間，就能很好的解決掉這一個問題。但是啊，有一個問題是通過磨合沒有辦法解決的，那就是它的鞋面包裹鎖定。哈登9代的鞋楦相比前2代來說，依舊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還是一個略微有一點點偏寬的鞋楦。不過前2代出色的包裹，即使是像我這樣的窄腳啊，也能得到不錯的包裹鎖定。但是這一次的哈登9代，因為它的鞋面材質相比前2代來說會更加的硬挺一些，繫帶系統所覆蓋的範圍啊
我感覺好像也比前2代要稍微小那麼一點點，也就意味着它更難做到鞋面與雙腳的完美貼合，尤其是前掌的這一片區域，總是會有這種空空的感覺，在變向的時候，雙腳在鞋內的位移非常的明顯。不知道啊，其他鞋面材質的版本会不会也有同樣的一個問題存在？如果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的話，那哈登9代這一個鞋款，我只推薦腳型偏寬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好吧？那說到它的鞋面，我還要吐槽一下它的这一個鞋帶。雖然說啊，這種金屬質感的鞋帶頭確實非常的有質感，但是配上它這個硬挺的鞋面之後，在實戰的過程中，鞋帶會瘋狂甩動，打在它的這個鞋面上，像一個撥浪鼓一樣。每一次在跑動的時候，都能感覺到鞋帶在敲打着鞋面，體驗感並不是特別好。哈登9代相比前2代啊，總結下來就是2個升級，1個下降，重量更輕了。中底也更加貼地了，但是整體的包裹是稍微下降了一些的。而在其他方面，它相比前2代其實没有什麼太大的变化，抓地出色，耐磨水平依舊只能用来打室內。不過啊，相比上一代，這一代的大底紋路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加廣一些，在一些比較極限的角度下，它也能夠很好的抓住地面，這一點算是一個小小的升級吧。而它的整體強度依舊非常出色，中底的滾动感以及跑跳體驗也跟前2代没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比較一般的一個表現啊，並沒有做出什麼針對性的加強。當然啊，這樣的設定可能就是為了哈登量身定制的，畢竟哈登打球也並不依靠自己的速度啊，或者是他的跑跳，對吧？當然啊，它的穩定性依舊非常的出色，加上它出色的侧向支撐，哈登9代依舊是一雙非常適合大家穿了之後去做一些後撤步動作的籃球鞋。不過啊，有一點還是必須要說一下的，就是它的足弓支撐依舊為0，從哈登7代吐槽到現在的9代，還是沒有任何的提升。穿它打完球之後，足弓還是會有非常明顯的疲惫感的。如果你要選擇這雙鞋，那給它換一副带有足弓支撐的鞋墊，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吧？那這一次的哈登9代會更加適合哪一類型的球友去進行選擇呢？我會更加推薦打半場比較多，而且比較追求場地感的寬腳1到3號位球員去進行選擇。如果你就是地板流選手的話，那就更好不過了。當然，如果你的打法跟哈登是比較相似的，那這一雙鞋一定會非常符合你的打法需求，好吧？從哈登7到哈登9這3代哈登的簽名鞋，其實區別都不是特別大。這種感覺就像是最近幾年杜蘭特的簽名鞋，或者是亞瑟士一直以來的風格一樣，在外觀上面的變化會比他在實戰體驗上的變化來得更大一些。希望明年的哈登10代能夠迎來一個大改款。如果每一個品牌都待在自己的公式化當中去研发自己的新品的话，那球鞋這一玩意兒可就真的太沒意思了，對吧 ？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亞當球鞋。如果你覺得我的視頻還有點意思，歡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亞當球鞋找到我，記得要點擊關注哦，這會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好了，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吧，大家有空來做 ，Peace。